查理曼大帝死后，法兰克王国由前承者路易继承，但他没有父亲的雄才大略，在他去世之前就把国家分成3个部分，交给3位儿子治理，这就导致之后的法兰克人又陷入了内战的循环当中。再加上路易的儿子们其实也不怎么英明，这就让分裂的法兰克王国很难再统一起来。大家好，我是克里夫。法兰克王国的分裂其实也不能完全怪罪于领导者的昏庸，追根究底，还是当时的政体让掌权者很难有效率地进行统治。国王得有过人的精力，才能长时间骑在马上四处巡逻，或是率领骑士长途奔战，而任命属下时还得知人善任。万一看错人，那就很难防止他在远方的领地中胡作非为。雪上加霜的是，在法兰克人内战打成一团时，来自北方的维京人、东方的马扎尔人以及南方的穆斯林也纷纷入侵西欧。以上种种压力下，加洛林王朝分裂得更加彻底，而西欧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新的政治版图。简单来说，加洛林王朝先是分裂成西法兰克、中法兰克与东法兰克王国。中法兰克王国的北部领土在公元870年再度被东西法兰克王国给瓜分，而西法兰克王国则受到维京人的入侵，又分裂成更多个小公国。虽然他们有一位国王，但却软弱无力。而相反的，东法兰克王国有一位英明的统治者鄂图大帝。公元936年，鄂图一世登基，并在公元955年打败了马扎尔人，解决了他们最大的外部威胁。又在公元962年与罗马加冕为帝，成为罗马帝国的开创者，也是当时欧洲最强大的君王。不过，鄂图大帝与他的继承者不断尝试着掌控意大利，导致他们和拜占庭帝国长期处于冲突状态。而意大利一直都是各方势力角逐的地区哦。从查士丁尼开始，虽然他消灭了东哥德人，恢复了古罗马帝国的荣耀，但在他死后，意大利又被伦巴底人入侵，成为3大势力瓜分的局势。上一集我们说过，罗马教宗转头向法兰克国王求援，而矮王批评在登基后，则帮忙教宗赶跑了伦巴底人。但之后，法兰克王国却在前承者路易死后分裂成3国，开启了一连串的内战。而意大利受到马扎尔人的入侵，也陷入动荡。直到鄂图大帝解决了马扎尔人，才恢复和平。在鄂图大帝建立的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帝国争夺意大利掌控权时，意大利却逐渐发展出城邦自治的模式。会有这样的状况，其实也不难理解哦。中世纪早期的欧洲本来就是战乱与混乱的时期，远多于和平与安稳的时期。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农业与商业都被局限在地方区域上，再加上战乱让道路被破坏，使得货币交易和长途贸易不复存在。罗马时代残存下来的城市多半都成为空壳，而主要的政治或经济中心反而是能自给自足的国王城堡、骑士庄园或修道院。即使在加洛林王朝时出现了查理曼大帝，使得法兰克王国带来难得的和平与安稳，但随之而来的内战与外族入侵，又再度将建立起来的制度或农业发展倒退回去低落的水准。所以，意大利自然而然的在动荡的时代中，逐渐发展出城市自治的模式。另外，在中世纪早期，人们连温饱都无法维持的状况下，那就更不用提会有什么学术或艺术发展了。就连查理曼大帝请来了本笃教会的修士，试图振兴学术，但也是走实用路线，让贵族们能够阅读和识字而已。学习都是靠死记和硬背，没有思辨和创意。而修士们的学习也只是为了誊抄经文与著作。所以说，这个时期在文学领域上的发展十分有限。如果要说，应该只有替查理曼大帝写传记的爱因哈德比较有名，这属于用拉丁文撰写的史学著作。而在中世纪早期快要结束的时候，各地的方言，也就是日耳曼语系的语言，逐渐开始用来进行诗歌创作。而以当地方言创作的文学作品最为有名的是安格鲁萨克逊人写的长篇史诗《贝武夫》。这篇史诗大约在公元8世纪时期完成，里头记载了贝武夫英雄的一生，描绘了作战、航海，甚至和巨龙厮杀的英勇经历。
这篇史诗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古英语最早的诗歌，也描述了当时早期英格兰的社会背景。英格兰从一开始就不曾被法兰克王国给征服或统一过，就算是查理曼大帝，也没有把疆土拓展到不列颠岛上。而早期的安格鲁萨克逊则是呈现小国林立的状态，彼此之间征伐不断，之后逐渐形成七国鼎立的局势，并在本土教会的努力下，七国也先后都皈依基督教。而在公元9世纪，法兰克人受到内外夹击的同时，维京人也入侵了不列颠岛。之后，在阿弗雷大帝和他的后代努力之下，才逐渐在公元10世纪时将英格兰给统一。阿弗雷透过军事改革击溃了维京人的军队，又编纂了英格兰的法律，再加上他还新建了学校，鼓励用安格鲁萨克逊文写作，使得他们翻译了不少拉丁文著作。他自己也主持编写了安格鲁萨克逊的编年史。文学发展有限，艺术领域也差不多。最杰出的表现应该是属于爱尔兰的隐修士在公元6到8世纪时的创作。他们将抄写经文的行为升华到了一个超越古典传统的境界，在当时甚至可以说是超现实的精美华丽风格。最著名的代表作是凯尔斯圣经，并被誉为绘画史上最精美的装饰艺术作品。不过，这样的艺术风格并没有传承下去哦。在欧洲各国受到外族入侵，再度走向崩乱后，艺术创作当然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中断。等到公元10世纪左右，各地才逐渐出现地方性的特色流派，像是英格兰在手稿插图中强调多变与流畅，日耳曼走向庄严肃穆，西班牙北部则受到伊斯兰的影响，偏向华丽与特异的风格。总结来说，公元1050年，中世纪早期结束，进入到中世纪中期，本质上欧洲并没有太多的变化，除了鄂图一世建立的罗马帝国以外，几乎没有其他中央集权的政府。而不列颠岛上的英格兰王国也陷入了分崩离析的状态。社会上除了顶层阶级，几乎所有人都吃不饱穿不暖，文学与艺术领域受到中断，那就更不用提其他的学科发展。但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欧文明以西北欧为中心，逐渐展开复苏，并走向强盛。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西欧可以在中世纪中期（公元1050到1300年）这段时间崛起成超越拜占庭与伊斯兰的强盛文明呢？简单来说，这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的种种条件之下才能缔造的成就。首先是天时，这段时期的西欧天气好转，平均气温上升了1度。别小看这1度的差异，这让农作物得以生长繁殖。再来是地利，农业好转让人口开始上增，人口增加使得城市也开始在各地出现，城市网络让政治局面走向稳定。最后是人和，当维京人、马扎尔人、穆斯林不再入侵西欧，不再进行破坏式的侵略，西欧各国才终于有能够安稳的发展时期。一旦这些条件都具备，西欧人不再担忧生存危机，那么他们就能开始改善自己的经济生活，而这样的改变也带来了技术的革新。不过关于这些，我们留到下一次再来跟大家聊聊。